这是他之前的事儿。盛大に噛んでんじゃないよ。大変失礼しました。さあさあ、遠からん人は音に聞け、近い人は踊りも見ろ。マスカレード一座、歌って奏でて踊ります。他以前是在一个团里的。哦，莉莉安娜明显就是受他影响。あの星とこの星をつなげると、ちょうどギルティラーの牙の形に。ひらめきました。まだまだ諦めない。ギルティラー。这会不会跟486的那个关于星宿的什么推测有关？但是他们，我以为生意贼好呢，很难请呢。完了，我觉得他妈妈他们肯定以前是怎么很悲惨的事情。生意気を言う子には罠んかかったウサギに肉はお預けやぞ。せかだしかリリオナダンバスとか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は勝手にしたらええでないの。私は東海さ行くだ。叛逆啊！今に見さらせ。銀龍王に私はなる。我要当海贼王。这应该是第一回真的讲到歌姬之前的故事吧，我还是挺好奇的，但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一般这种战斗之前不都会有这种回忆杀吗？哇！还是伤到他了呀。わらわの首飾りの返礼高くつくぞ。なるほど、自分にとって価値のあるものに傷を肩代わりさせるのですか。それはとても傲慢なあり方。アイリスとイバラの王も真っ青ですね。他人の過去を漁る浅ましき輩よ。その悪苦に万死であってもあがなえぬ。哇！真普利西亚只有在讲到过去的时候才这么生气，本来他都面无表情的。人の心は常に喜びで満たされているべきなのです。だから私は権能によって皆の胸襟を開き、共感して心で通じ合ってもらう。それこそが相互理解、愛の第一歩なのです。え？バカなんですか？はい。周囲の方々が見えてますか？これで分かり合ったとおっしゃるんで？教官が呼び込んだあるべき姿だと？気持ち悪いんですよ。本気で誰かと分かち合いたいなら黙って私の歌を聴きやがれってなので。对。いよいよ地金を出したな。あ、都合の悪いことを黙らせんとし。就这还想说产生连接呢，只是反对自己的声音就要把它除掉。
只是她自认的丈夫吧？啊，不会都死了吧？游刃有余。正中雷区啊，属于是。我就怕普利西亚会不会有能量耗尽的时候。哦，先锋。この炎はわらわの望むものだけを焼く。舞台は整えた。せいぜいわらわを教示させよ。哇，这只是一个舞台。ちょっと走っただけでこの消耗。私、この街で楽しすぎました。これも全部何もかも桐高さんや皆さんのせいですよ。でもだからこそここでく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で。一進一退の大舞台ってやつですよ。真的是。熱い思いの丈を全部ぶちまけてやろう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さあさあ。这真的是一个专门属于他非常独特的舞台呢。もっと遠い人にはもっと大きい声を出すから、それを聞け。女リリアナ・マスカレード、歌って奏でて踊ります。引き離せ朝焼けを追い越したら。就是他出走之后的故事。啊，真的很可爱。又是苹果。啊，让我想到波奇酱。歌と共に生きる金融詩人のあり方。胸が弾みますよ。弾むほどありませんか。言うならこんな時は死なないもんですよ。そう言うなら
優じゃない。だってレイドやフリューゲルならこんなことにはならない。私はあの人たちの物語を勝手にみんなに伝えるだけのただの盗人だ。だったら金融指針って何？哦，これは歌だ。好，ひらめきました。それでも哦，太阳照常依旧升起。哦，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什么霸总发言？哦，あなたの歌声は全ての人を幸せにできる。哦，嗯，这是莉莉安娜的迪士尼城堡。
とする。お前まだこうちげ啊！哇，好美，宝贝！哇！莉莉安娜才是真正展现了什么是真的爱的传递。皆が皆同じ方向を見て同じように思う。同じように感ずるなど無静が走る。哦，終わりじゃ。さあ、どうかしら。哎呀，我真服了！この少女を哀れむ心、それこそがあなたの心に芽生えた。哇，真的很帅。哦，哦，哇，这看的真的太爽了。が終わり、日輪が陰ったか。悪運の強い俗悪め。所以还是有能量耗尽的时候吧。我莉莉安娜从那个就是烟中冒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像那种灰烬中重生一般，非常的帅。歌の出番であろう。歌姫はブス怠か。慢以外の何者でもない。つまらぬことよ。じゃが悪くはなかった。褒めて使わす。啊，又好像回到了以前他在那个河中躺的样子。ですかね。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が、総合的に楽しいです。啊，他真的很爱。大丈夫かいリリアナ。桐高さん、土下してたんですか？亜種に追われ錯乱して逃げ惑っていたが、君の歌で我に返った。それは、桐高さんも随分な集体。リリアナリリアナ。今、私すごく眠たいんで、ちょっと寝ます。もうほんと限界。でも、死にませんから。リリアナ。啊，これは、直接言うつもりはないけれど、あなたの歌姫で、よかった。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一集。お前ら滞在司教の名前は俺の故郷の就是说名前と一緒だ。真正的世界，他来的世界。その権能も星の名前の語源と関係してる。ペーテルギウスの語源はジャウザーって那不是 Adam Smith 消え吗？ざる手だ。でもって獅子座を意味するレグルスの語源は小さな王と、あともう一つコルレオニス。獅子の心臓って意味だ。お前の権能は無敵化じゃなく時間停止。他能让肉体的时间停止。所以他之前在那个冰上走的时候，也好像就动得很奇怪。
丝毫感受不到了强欲的恐怖。制限があるはず。花嫁の人数か距離、何らかの条件が必ず。頼むぜエミリア、花嫁たちを小さな王国から連れ出してくれ。啊，特别好，各司其职。最后加的这一段其实还挺好，类似于是补充了一些就是486他的整个推理的逻辑吧。就是从上一集这么看的话，就是因为486他完全是运用了他之前在的那个世界的知识，再加上他估计他自己本身就是颇有研究吧。然后呢，这些知识在这个世界里等于说是没有的，所以类似于他的一个外挂。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一集，类似于是着重突出了单人的高光的一集吧，就本身他们就一堆人，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也有其他角色的单人的剧情回，我还是挺期待的。我觉得这一集歌姬它的这个背景故事，虽然说做的稍微有点，我可能中间不是特别能完全理解它的故事线，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它整个音乐的加持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莉莉安娜，她本身是跟父母他们在一个唱团的乐团，然后她自己想独立的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就离开了这是他的家庭嘛。结果他在路上再碰到他的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已经可能找不到他之类的，然后他也不好意思去面对父母，尤其是他现在落魄的这个样子嘛，就并没有真的能兑现他当时的那种豪言壮志。所以呢，他父母呢就是可能找不到他，又要了另外一个小孩，就有点像把他抛弃了。一方面我觉得也可能不想让父母过于担心嘛，而归根结底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他就是要自己靠自己唱歌而活。莉莉安娜的整个经历也真的非常像就是初进社会中在外打拼的打工人吧，就是也是经历了很多就是低谷期，或者说是不如意的时候，受挫的时候，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真的就是有被他的这种坚强的心态所打动，就如同莉莉安娜摸爬滚打了这么久之后，看到了非常壮丽的景色，这条小河小溪，他就是也发自内心的感叹到这就是歌。其实就是像他的歌声和他的歌词所传达的表达出去的那些情绪，就是这些都是融入了他就是生活中的经历，这都是他一路走来的风景。虽然他在自己成为不了英雄的时候是那样的哭泣过，但最终在这个塔上唱歌的他又怎么能不算是一种英雄呢？他已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故事呢，就如这个歌声一般，即使再不如意，就是明天的朝霞终会来临。愤怒一直就是强加给大家这种共享的情绪，然后呢就是一直在阐述他所谓的歪理的这种爱，但其实此刻莉莉安娜展现出来才是真的爱的这种连接，通过这种歌声的传递，将人们这种情绪都调动起来，共享起来了。当然也就是像普利希拉他所反驳的，爱就是即使有不同也会宽容接纳，这就是他完全反对于愤怒的这一点吧。就愤怒他一听到这种不同的声音就想要去反击，想要除掉。普利希拉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有几个非常帅气的舞剑，包括就是他身上的一些就是宝石之类的，估计感觉还是有一些类似于防装的属性或者说能量在里面吧，就其实感觉像是在帮他挡伤，只要每挡一刀就会碎一个饰品之类的。包括普利希拉也说我自己有8任丈夫，就是还挺好奇到底是中间发生过什么吧。我还挺喜欢这一集多讲了一些歌姬的故事，包括其实还有那个奇丽塔卡先生，因为本身他们俩最开始在就是这个季度上半部分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没有太了解过他们，就有点边缘，但是一直好像也挺重要的在这个篇章。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更加理解他们这个人物动机。包括莉莉安娜这一集唱这首歌，我太喜欢了，我觉得马上就会加入我的歌单循环了。那这期视频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